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么这期影片我们来聊一下日本语学校。日本语学校就是提供日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外国语教育的机构，主要针对母语是非日语的人群。说白了就是教外国人学习日语的这么一个教育机构。那么大家可能以为日本语学校只存在于日本国内，但其实在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也是有日本语学校的。那么很多即将来日本留学的人会误以为日本语学校是一个升学机构，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日本语学校顶多就是一个辅助机构，它最主要的职能就是给留学生们发行签证和教大家日语。发行签证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合法的滞留在日本，在深入日本的大学或者进入日本的社会之前，让我们有一段时间可以用来适应日本的生活环境。其次就是教大家日语，提升大家的日语水平。好像这个是废话。还有就是会帮我们检查或者翻译一些书面文件，比如说大家在报考大学的时候会需要提交一些申请资料，例如说高中的毕业证书。如果毕业证书不是日语或者英语的话，那么就需要把大家的高中毕业证书翻译成日语或者英语，这个时候就可以请日本语学校里面的老师帮忙翻译。那么大家自己翻译是不可以的哦，因为需要有公共机关的盖章才能证明并且生效。日本语学校的作用也就仅此而已了。至于大家考大学或者找工作的话，基本上都是靠自己。当然一些比较大一点或者负责任一点的日本语学校也会辅导大家升学或者帮大家找工作。如果大家是想参加升学的专业辅导班，那还是应该去报名私塾。其实有些留学生是上午在日本语学校上课，然后下午去私塾补习，然后晚上去打工兼职这样子。对了，顺便说一下，日本语学校很多都是只上半天课的。然后就是日本语学校的开学时期有1月、4月、7月、10月，不过绝大多数人应该会是在4月份或者10月份入学，因为1月份入学不到1个月就放春假了。日本的春假是2月份到4月份，而7月份入学也是不到1个月就放暑假了。日本的暑假是8月份到10月份，所以说1月份和7月份入学的意义并不大，而且多数日本语学校也只有4月份或者10月份入学。然后日本语学校的签证最长只有2年，注意是2年到期后，所有的日本语学校都不能再给你发行签证了，而不单单只是你原本所在的那个日本语学校。也就是说，大家从日本语学校毕业之后，如果没能升学或者没能找到工作的话，那么基本上就要和日本说再见了，因为你已经没有合法的理由滞留在日本了。不过现实中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可以透过去上专门学校获得签证，从而继续滞留在日本的，或者去那种给了钱就能上的私立大学也行。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日本语学校呢？其实从结论上来说，差别都不大。我个人认为选择日本语学校比较重要的有那么几点。首先就是学校是不是优良校。优良校的意思就是在过去的1年里，非法逾期滞留的留学生比例必须控制在 3% 以下。因为有很多来自贫穷国家的人假借来日本留学为由，实则就是来日本打工赚钱，甚至在签证逾期之后依旧非法滞留在日本。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避开这种日本语学校，毕竟学生的质量都差成这样子了，那想必学校的质量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吧。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然后就是学费，那么日本语学校1年的学费普遍在70万到90万日元这个区间。大家如果是家庭没有那么富裕的话，或者想省钱的话，当然是越便宜越好，性价比比较高嘛。反正日本语学校教的东西都差不多的嘛。最后就是学校所在地，其实也就是大家选择留学去哪个地方。那么我个人还是推荐优先选择东京、大阪、名古屋，因为不仅是大部分日本语学校集中在这3座大城市，而且很多日本的大学也都集中在日本的这3座大城市。大家不管将来是升学还是找工作，那么大概率都需要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和面试。如果是找工作的话，就是要参加面试。大家可以想一下，将来考大学或者找工作的时候，要跑来跑去的那种辛苦，既费时又费力又费钱。
顺便说一下，日本的交通费真的很贵，因为日本本身就是一个资源很匮乏的国家，所以它的很多能源都需要进口，间接就导致了它的交通成本很高。其次才是大家的个人喜好，那么有的人就是喜欢北海道或者冲绳，就是想去北海道或者冲绳留学，那么也是没有问题的，大家自己做好留学的规划就行了。那么最后再来讲一下刚才提到的优良校该怎么去找呢？其实大家只需要登录这个一般财团法人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的官方网站就能够查询得到了，而且这个网站是支持中文的。在这里我还是不耐其烦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学好日语再来日本，能学多少就学多少，学得越多越好。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是选择用日语的界面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大家可以从一些地区都道府县进行搜索，也可以从一些条件进行搜索。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想去北海道留学，那么大家只要点击这个北海道，它就会显示出在北海道有哪些日本语的优良校。又或者我只想去冲绳留学，那么你只要点击一下冲绳县，它就会显示在冲绳县有哪些日本语的优良校。又或者是我们可以用条件去进行检索，比如说我现在是想去大阪留学，那么点击一下这个近畿地区，点击一下大阪府，然后我的目的是升学，我的休学期间假设是1年好了，然后我的入学时期我先不选，费用我也先不选，出生国我选择中国，然后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比如说我不想学校里有太多的中国人，因为我想强迫自己说日语，大家中国人聚在一起的话很习惯的就讲中文，所以说我不想学校里有太多的中国人，那么就可以选择这个5人以下或者10%以下。学生宿舍的话我先选择有吧，然后点击一下条件检索，那么它就会显示出符合你所选择的这些条件的日本语优良校，然后大家可以点进去这个学校里面，就能够看到它的一些详细的情况。比如说它升学1年的课程，它的费用是69万，那是相当的便宜。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学校在2022年7月份的时候，它的学生基本都是越南人。然后大家还可以看到它一些考试的情况，还可以看到它一些升学的情况，还可以看到它学校的所在地。那么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大家也可以点击这里进入学校的官方网站，去查看一下它的具体的情况。那么关于这个演示的话，就先到这里，剩下的就靠大家自己去尝试了。那么好，这期影片我们先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